这是地球上神秘的6大未解之谜，因为太过于离奇诡异，直到现在科学也无法对其进行解释。最恐怖的竟然是在我国。第一个，我们人类究竟来自于哪里？100多年前，达尔文公布了他的进化论，彻底推翻了神创论。从此以后啊，进化论成为了科学界的权威，甚至还进入了教科书。所有人都相信我们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。但是100多年后的今天，进化论却被越来越多的人质疑。甚至有的科学家说，人类可能不是地球上的原生物种，因为地球上的其他动物啊，都在出生几个小时后就有独立生存的能力，而刚出生的人类婴儿至少要抚育3年才有基本的生存能力。其次呢，在地球上所有的动物里，只有人类会腰疼。如果人类是来自于外星世界，那这一点就很好解释了，很有可能啊，是因为地球的重力和人类的母星上的重力是不同的。第三，这也是进化论里最致命的一点，如果人类真的是从猴子进化来的，那肯定会有许多过渡性的进化阶段。但直到现在，科学界也没有找到过渡性进化阶段的化石证据，就好像人类它是凭空出现的一样。如果人类真的是从猴子进化来的，那么为什么现在的猴子它还是猴子，并没有进化成人类或者是其他具有高级智慧的生物？第二个，马里亚纳海沟之谜。在2018年，科学家在马里亚纳海沟发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，这里的海水竟全在倒流。每年大约有30万亿吨的海水被马里亚纳海沟吞噬，无论科学家怎么找，也找不到这30万亿吨的海水它去了哪里。其实《山海经》呢，对这一诡异现象早就有了解释。《山海经》中啊，就记载了有一个地方叫做归墟，它是一条没有底的大河，世界上所有的水最终都会流到那里，然后再消失不见。这一特性呢，和马里亚纳海沟吞噬海水的现象完全符合。除此之外啊，它们还有2个相同之处。《山海经》中说，归墟它没有底，而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上最深的地方，深度竟然达到了11000多米，即便是把珠穆朗玛峰放进去，距离海平面也还有2000多米。以古人的能力，自然探测不出来，所以马里亚纳海沟也就符合了这个没有底的说法了。第三点呢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，《山海经》中记载，归墟它位于东海之外，而马里亚纳海沟也正好位于这里。结合种种的证据来看啊，马里亚纳海沟它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归墟。第三个，神秘的挪威光圈。在2009年12月8日，挪威的北部夜空上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光圈，它呈现出螺旋状，并且以顺时针的顺序还在不断的旋转，中间还发出了一道蓝色的光束照在了地面上。大约1个多小时之后啊，光圈中心变成了黑洞，外面那些螺旋状的光圈也在不断的向里收缩，最终消失不见了。有人认为啊，这是 UFO 降临地球留下的痕迹，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怪异的极光，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，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。第四个，车里亚宾斯克州的陨石事件。在2013年2月15日中午12点半左右，车里亚宾斯克州上空突然出现了一颗巨大的陨石，它的长度在18米左右，重量超过了1.2万吨。就在砸到地面上的前一秒，这颗陨石突然发生了爆炸，解体成无数颗小陨石。这一幕啊，正好被行车记录仪拍了下来。车主将这一视频上传到了网上，随后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呢，在陨石爆炸之前，有一道神秘的黑影从后面追上陨石，并将其贯穿，然后这个陨石才发生了爆炸。目前人类制造出来的武器最快的飞行速度啊，它也不过10马赫，而陨石的坠落速度达到50马赫以上。人类是根本没有能力从后面追上陨石将其贯穿的。如果说这颗陨石它没有爆炸，而是直接砸在地面上，那它释放出来的威力将会达到广岛原子弹的1000倍，周边的3个城市会被瞬间的抹除。因此很多人猜测，这很有可能就是高等文明在默默地保护着人类。第5个呢，通古斯大爆炸。这个未解之谜啊，同样发生在俄罗斯。在1908年6月30日，俄罗斯通古河地区啊发生了一场离奇的巨大爆炸。这场爆炸的面积达到了2000平方公里，推倒了8000万棵树。爆炸产生的余震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都能监测到，巨大的爆炸声足足环绕地球3圈才逐渐消失。有人说啊，这场大爆炸是因为陨石的撞击，但是在爆炸中心方圆100公里内啊，也没有能找到陨石的碎片痕迹。也有人说呢，这是核弹实验，但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会选择在自家的森林里进行核爆实验，并且在爆炸中心周围啊没有一点辐射的迹象。直到现在，科学家也没有能找到这场离奇爆炸原因的真相。第6个，人迹罕至的天然苏打水。在美国的落基山脉啊，存在着一种稀缺的天然水源，它是数万年冰川融化之后，又经历了几万年岩层的细致过滤融化，吸收了很多矿物质， pH 值在8.5左右，天生自带弱碱性，含有普通的水中啊没有的重碳酸根和偏贵酸。但以前啊，这种天然的苏打水只有美法2国才有，因为储量的稀少，价格它一直是居高不下，甚至一瓶要达到几万美元。
一度成为了富豪们的专属饮品。后来呢，在我国的齐齐哈尔克山的苏达矿泉小镇也发现了这种水源，并一举成为了世界3大天然冷泉地之一。经过我国的采采之后呢，这种以前只出现在富豪桌上的苏打水已经走到了大众面前，并且每瓶已经变得人人都能喝得起的价格，口感就像山泉水一样的清凉甘甜，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人都有面子。如果是夏天海鲜烧烤不断，或者是加班啊应酬啊，真的建议你在车里和家里多备上几箱，每次应酬完来上一瓶，别提那感觉有多好。不仅能在不备之需上派上用场，打开后备箱的那一刻呀，还能彰显出你独有的品味，并且现在下单呢，也不用担心自己搬不动，也不用去取，都是亲自送到家门口，我就放在购物车里了。